为了给小竹马换肾，妻子把我绑上了手术台。我说我不能捐肾，因为我也生病了，要是捐了肾，我也会死的。他却满脸嘲讽：顾逸晨，你的谎言还是一如既往的张口就来呀！你这样的祸害才不会死呢。我垂眸苦笑，他不知道，对他我从来不撒谎，我真的死了，死在给他的小竹马捐肾的手术台上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死后，我的魂魄不受控制地飘到了妻子林嫣然的身边。此时的她正站在手术室门口，焦急地等待着。她看着进进出出的护士医生，一脸的紧张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作为铁血女总裁的她这副慌张无措、患得患失的样子。在我面前，她总是冷静自持的。死后，记忆有点错乱的我忍不住地想知道手术室里躺着的是谁，能让他如此的担心。不过无论是谁，应该都比我对他重要吧，不然我都死了，10分钟前就死在离这不远的另一个手术室里，他怎么都不去看看我呢？这时，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，医生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对着妻子笑道：林女士，江泽先生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，肾脏和他很匹配，你可以进去看看他了。听到这话，妻子一脸惊喜，转身就跑进了江泽的病房。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江泽，妻子瞬间就红了眼眶，心疼地问：阿泽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江泽虚弱地笑了笑：本来还疼的，但看到你我就不疼了。妻子因为担心而苍白的脸色瞬间变得绯红。江泽趁机握住了妻子的手：嫣然，谢谢你，是你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我说过，如果我能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，就要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妻子望着江泽的手，眼中闪过一抹迟疑。可是，江泽委屈地道：可是什么？难道你真的爱上了顾逸晨，不想和他分开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妻子的脸上浮现出我熟悉的厌恶。顾逸晨他配吗？那个满嘴谎言的骗子，说什么捐了肾给你他就会死，我看他不是没死吗？听着他冰冷的话，让我宛如万箭穿心。我在这一刻才知道，原来人死了，心也是会痛的，比我躺在手术台上，肾脏被活生生摘掉的那一刻还痛。临死前的窒息和绝望再次席卷全身。我还记得，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，我拼尽全力给妻子打过去一个电话，想告诉她我要死了，以后再也没有办法照顾她了，让她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可电话接通，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她就在那边不耐烦地道：顾逸晨，我在等阿泽做手术，你能不能不要打电话过来烦我？我苍凉一笑，可是我也在做手术，而且我要死了。嫣然，你能不能？不能。妻子绝情地道：你要死就死远一点，不要来烦我。手机的忙声音传过来的那一秒，我终于心死，与之一起死去的还有我的求生意志。这边妻子还在喋喋不休地数落着我的不是，他就是个小人，这次给你捐了个肾，还不知道要怎么对我谢恩图报呢。他也在这个医院做手术，刚刚还打电话想让我过去看他，我才不去呢，好好冷他几天，让他知道我林嫣然才不是那么容易被他拿捏的人了。林嫣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门外突然传来声嘶力竭的嘶吼，这熟悉的声音让我的灵魂都痛得微微一颤。下一秒，我的妹妹就像一只愤怒的小狮子一样冲了进来，举起手对着妻子的脸扇了下去。林嫣然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把我的哥哥还给我！妹妹的耳光并没有落在妻子的脸上，刚刚还在江泽床前，小鸟依人的妻子此时居高临下地站在妹妹面前，
冷冷地抓着他的手。在这一刻，他又恢复了那副不容侵犯的铁血女总裁的模样。我望着妹妹，担心不已，怕她在妻子手里吃亏。对于我和我的家人，妻子一贯是不假辞色，毫不留情面地。果然，妻子看着泪流满面的妹妹，不但一点也不担心，反而一脸的讥诮。顾琳琳，你发什么疯？哭成这个样子，是顾逸晨死了吗？大滴的泪珠从妹妹的眼眶中滑落了下来。对，我哥哥是死了，是被你害死的。你为什么要逼他给这个贱人捐肾？他有脑癌，你知不知道？脑癌？妻子愣了一愣，可是很快，他的眼中又浮现出熟悉的嘲讽。你们兄妹俩可真有意思，两个人配合着演戏来骗我玩是不是？顾逸晨为了见我就这么贱，手段一会儿一个的。还他死了，你回去告诉你哥，他就算是真死了，我不会去见他的。我苦涩地垂下了眸子，看看不爱你的人，哪怕你死了都不愿意相信。妹妹不可置信地看向妻子，他死了你都不愿意去看看他，你怎么可以冷血？是你害死了他，你为了你的情人，让他活生生地死在了手术台上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他的病要是好好治疗的话，其实还是能活一段时间的。妹妹恨恨地看着躺在病床上跟没事的人一样看热闹的江泽，你最该死，都是你害的，我杀了你，让你给我哥哥偿命。妹妹像疯了一样冲过去想去撕扯江泽，可他身体一向不好，哪里是紧紧守在江泽身边的妻子的对手。很快他就被妻子控制住了手脚，然后被他狠狠一耳光灌倒在了地上。妹妹狼狈地躺在地上，小小的身子蜷缩成了一团。我的心狠狠一颤，全身都愤怒地抖起来。我冲过去把妹妹挡在身后保护起来，可我什么都做不到。妻子冰冷地对着妹妹道：顾琳琳，你怎么敢动阿泽？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，还让他给顾逸晨偿命。顾琳琳，我告诉你，你哥哥的100条烂命都比不上阿泽的1条。你哥哥那样的祸害早就该死了。我飘在空中，感到了无尽的悲哀，为妹妹，也为自己。我想大声地告诉妹妹，让她快走，在这里她会吃亏的。这个女人，她一点也不在乎我的。可是妹妹什么都听不见，她颤抖着身子，捂着被打得红肿的脸颊，怔怔地看着林嫣然，然后忽然笑出了声，哈哈哈，哥哥，你看看呢，这就是你宁愿搭上命也要爱的女人啊！你看看她，哪里有一点值得你爱啊？眼眶酸痛的厉害。是啊，她真的一点也不值得我爱，可惜我知道的太迟了，对不起啊，妹妹，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。妹妹艰难撑着身子从地上站了起来。林嫣然，我祝你永远不要后悔，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像我哥哥这样爱你的傻子。你根本不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。妹妹跌跌撞撞地走了，我看着妹妹的背影，心中酸痛不已。傻妹妹，这个女人是不会后悔的，她根本就不爱我呀。果然，妹妹一走，妻子的表情就变了。她一换刚刚冷淡的表情，又温柔地看向江泽，关心道：阿泽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原因让你受委屈了。江泽柔和一笑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不委屈。然后他状似不经意地问道：顾逸晨妹妹这样，是不是顾逸晨真的出事了？你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妻子愤恨地道：祸害1000年，他才不会死呢。我们不要不管无所谓的人。阿泽，你好好休息。听到这话，江泽终于放下了心。他在妻子看不见的角度狡黠一笑，然后放心地闭上眼睛休息了。他肯定是在得意。我在妻子心中一点也不重要，不过他得意的没错，我在妻子心里的确不重要。而且已经死了的我，
再也无法阻止他们两个在一起了。1个月过去，妻子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也没有回过一次家。直到江泽出院的那天，他才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不过这一次，往常无时无刻为他畅通的电话却并没有人接起。妻子的眼中闪过一次烦躁，然后又给我拨了过去，可和刚才一样，还是没有人接。江泽凑过来，小心地问：“看来奕晨还是在生我的气呢，要不我还是去外面找个宾馆住吧。”妻子咬着牙道：“不行，宾馆内有家里舒服，况且家里的事还轮不到他做主，就让他做，我们回去。”妻子还是带着江泽回家了，回到了我和他的婚房。这个房间里的一切都是我精心设计的，这里承载了我所有关于我们婚后幸福生活的幻想。可现在，这里就这样被江泽住进来了。江泽站在客厅里，眼中闪过浓浓的嫉恨。见江泽不动，妻子体贴地招呼道：“阿泽，你不是说出院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要洗澡吗？浴室在楼上，快去洗吧。”江泽眼眸微闪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干净的换洗衣服。妻子笑道：“干净的衣服拿顾奕晨的不就得了？”江泽咬着唇道：“可是我穿了奕晨的衣服，他会不会不高兴？他知道现在还不出现，肯定还是在生我的气。要是被他知道我又穿了他的衣服，说不定又要和你闹。我还是等会儿去商场买吧。”妻子冷哼一声：“那就让他闹。一个大男人不知道心眼怎么那么小，不过是让他给你捐了个肾，他就起了嫉妒心玩消失，妄想我去哄他。我可不会上当。”我痛苦地看着这一幕，原来妻子以为我直到现在还不出现，是在玩失踪耍手段呢。妻子带着江泽径直走到了我的房间，然后大方地拉开衣柜，随便他去在里面挑，想拿什么随便拿。我看他敢说什么。江泽点点头，弯起了唇角：“好，那就听你的。”随后，江泽像这个房子真正的男主人一样，在我的衣柜里挑挑拣拣，然后拿着我最心爱的一套睡衣进了浴室，躺在我最喜欢的浴缸里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江泽终于收拾好了。他穿着我的睡衣，像个漫画里走出来的干净少年。他的确是和我不一样的类型，却恰恰是妻子最爱的模样。果然，看到他的这副样子，妻子愣在了原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妻子才反应过来，想带江泽过去休息，可他离开的动作被一只揽在他腰上的手挡了下来。妻子抬头，两人四目相对。“嫣然，你还爱我对吗？”江泽问得直接。妻子的手附上了他的眼睛，然后是鼻子，还有眉毛。“是的，我还爱你。你呢？”江泽握住妻子的手道：“我也是，嫣然，我爱你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”我看着这一幕，讽刺地勾起了唇角。妻子总说我爱撒谎，其实江泽才是大骗子。他和妻子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父母也常常在一起开玩笑说要结为儿女亲家。可惜的是，在大4那年，妻子家里投资失败，差点宣布破产，而本该第一时间给妻子家伸出援手的江泽家，不但没有帮忙，反而落井下石，趁机收购了妻子家的大部分产业，直接气死了妻子的爸爸。而对一切心知肚明的江泽，为了躲妻子，直接跑去了国外。妻子家最难时候，作为林家老员工的我爸妈一直对他不离不弃。我毕业后也进了林氏帮他的忙，后来在大家的努力下，林氏又起死回生。妻子妈妈将我们家的付出都看在眼里，所以在他临死的时候，让妻子跟我结了婚。我还记得他妈妈死的时候，托付我，让我一定照顾好妻子，说他其实是个缺爱的孩子，让我多关心关心他，说他其实很单纯，
容易被骗。这些年，我一直都记着他的嘱托，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他。可妻子忘记了，他现在甚至还要和江泽这个大骗子在一起。他这次回来，只不过是他们江家在国外混得不好，宣布了破产，又想来搭上林氏这棵大树。想到这，我愤怒地冲上前，想要把江泽的脏手从妻子身上扯下去，可手刚过去，却从他的身体里穿了过去。我悲哀地看着自己透明的身子，下一刻却发现江泽低下头，吻住了妻子的唇。嫣然，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么久，再也不要错过了好吗？江泽细细地喘着气，低低地哀求着。妻子身体一僵，但是也是一瞬，她很快放松了下来，任江泽作乱。江泽的唇在妻子的锁骨处停了下来，他眼睛一暗，想要去解她连衣裙的拉链。妻子猛地按住了他的手。不行！妻子的声音变得极冷，一股莫名的寒气从他身上散发了出来，让我这个没有温度感知能力的灵魂都不禁打了个冷战。江泽呆呆地看着妻子，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拒绝。嫣然，你不是说你还爱我吗？我也站在一边，好奇地等待着妻子的答案。是啊，他不是爱江泽吗？又为什么这样？莫非是因为我？想到这种可能，我的心不受控制地跳到了起来。妻子垂下眸子，看不出情绪。阿泽，我现在结婚了，这样做对你不好。江泽懂了，唇角微微上扬。好，我等你离婚。我也懂了，凄凉地笑了笑。他还真是爱江泽呀，不愿意让他背上一点骂名，所以他们在和我离婚之前不会做任何越轨的行为。江泽拉着妻子的手，追问道：可是什么时候你才能离婚嫁给我呢？顾逸晨一直躲着你，你就这样一直由着他拖着我们吗？妻子愤恨地咬起牙：怎么可能？我明天就去找他，让他滚出来跟我离婚。第二天很快就到了，可妻子发现他找不到我了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再去找我的妹妹。我妹妹刚刚给我做完后事，骨灰盒被她精心地摆在客厅中间，周围摆着我最喜欢的百合，还有苏家的点心。妻子敲门的时候，妹妹刚刚给我换上了3支新点的香。见到妻子和江泽，妹妹愣了一愣。顾逸晨到底在哪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妹妹厌恶的道：林大总裁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哥哥死了，他没法滚出来见你。你要是实在想他，只有你自己下去亲自去见他了。妻子还是不信，一脸的嘲讽：你们两兄妹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讨厌，做戏做上瘾了是吗？他是不是在屋子里藏着呢？让他滚出来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听到这话，妹妹怒极反笑，她回头看了一眼我的骨灰盒和灵牌，大方地让出了路。对，我哥哥就在里面藏着呢，你进去找吧。顾逸晨，你给我。妻子的话在看到我的灵牌的时候猛然顿住。妹妹指着我的骨灰盒道：看见了吗？是不是死了？是我骗你的吗？我哥哥有脑癌，你还逼他给你的情人捐肾，这样一个背信忘义的贱人，他那里值得你这样对他？他是被你害死的呀！不可能！妻子跟疯了一样冲过去，把我的骨灰盒打落在地，砰的一声，我的骨灰洒落了一地。骗子！你们顾家的人都是骗子！你们为了阻止我跟他离婚，故意设局骗我的，对不对？骗你骗！妹妹冲过去揪着妻子的头发就是几耳光。你把我哥哥的骨灰给我捡起来，捡起来！我担心地看着妹妹，害怕妻子还手。她这段时间没好好吃饭，更瘦了。她这个样子怎么会是妻子的对手呢？可妻子这次却一反常态地任由妹妹打，只是待在原地重复一句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什么不可能？你给我滚！妻子和江泽
被暴怒的妹妹推了出去。门外，妻子还是一副呆呆的样子。江泽走过去，小心地牵起了妻子的手。嫣然，其实他死了也是一件好事，不然离婚又是一件麻烦事。闭嘴！妻子冷着脸突然呵斥。江泽顿在了原地，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突然发怒。妻子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发型，然后吸了一口气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现在不想说话。”看着妻子的脸色，江泽勉强点了点头。之后，两人一路沉默，回了家。到了家，妻子没有注意江泽问他晚上吃什么的话题，转身进了书房。我看见他坐在书桌前，拿着手机一直找什么。我好奇地飘过去，就看见他正在检查自己的通讯录，然后发现给我做捐肾手术的李医生在不久前给他打过很多电话，可他似乎一个都没有接到。意识到什么，他没有迟疑的马上回了过去：“李医生，你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？”“是啊，林女士，我给你打过不少呢，结果你都给我挂了。最后一个打过去的时候，你男朋友说让我以后不要打了，你不想知道顾逸晨的消息，我才没给你再打的。”“顾逸晨的消息？他怎么了？”妻子猛地捏紧手。李医生的声音一顿：“你男朋友没告诉你吗？顾逸晨先生他已经去世了呀。他在摘掉一颗肾脏后突然大出血，我们这才知道他竟然有脑癌。我打电话本来是让你给他处理后事的，后来他妹妹来帮他处理了，我就没再联系你了。”“林女士，不是我说你，他有脑癌的事情，你怎么提前没有告诉我呢？你要是跟我说了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做这个手术啊。”李医生说，顾逸晨死之前本来有着极强的求生欲，结果在给他的妻子通了一个电话后，整个人丧失了一切求生欲望。顾逸晨死的时候并不安宁，眼睛一直盯着手术室门口，像是等待着什么人，直到死都没有闭上。其实顾逸晨的脑癌好好治疗的话，还能活个1-2年，结果就这样死在了手术台上，什么话都没来得及留下，真是太可怜了。李医生的声音还在喋喋不休地从电话里传过来，可我已经没有心情听了。我看见妻子茫然地坐在椅子上，浑身止不住地颤抖。她忽然站起身，在书房里不停地翻箱倒柜。我好奇地看着她，不知道她又是在做什么。她找到了一本厚厚的相册，她从头翻到尾，但是好像还是没找到她要找的东西。她又开始在屋子里乱翻起来，直到最后，她从书柜深处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已经落灰了的小册子。我看着这个册子，微微皱眉。妻子有洁癖，他肯定会把它扔了吧？结果没想到的是，妻子不但不嫌弃，还小心翼翼地把册子拿了出来，就像是什么珍宝一样。我好奇地看着这个册子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能让妻子这么宝贝。很快，册子上面厚厚的灰被妻子擦掉了，然后我才发现，那竟然是我和他结婚证。妻子小心翼翼地打开结婚证，然后在看到我和他的那张小小的结婚合照的时候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我这才知道他刚刚在找什么，原来是在找我的照片。巨大的荒诞笼罩在我的身上，我不明白妻子这是要做什么。我死了，他为什么还要找我的照片呢？是在缅怀我吗？要是这样，我可真不稀罕，因为他不配。还好这个还在。顾逸晨，你没死对不对？你说过你会永远爱我的，我都还在，你怎么可能会死？我知道你没死，他们都是骗我的。妻子边说边把我的照片抱在怀里，无措得像个孩子。可我在一旁看得只想笑。是啊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林嫣然，没有谁会永远爱你的，要是有，那个人也已经死了。傍晚的时候，江泽终于忍不住过来敲妻子的门了。
他端着妻子最喜欢的糖醋小排走了进来。嫣然，该吃饭了。蜷缩在角落里的妻子像是突然惊醒一样，恶狠狠地瞪着江泽，然后在他没有反应过来之前，抽了他一耳光。你为什么要动我的电话？江泽愣住了。什么电话？李医生的电话。他早就告诉你顾逸晨死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江泽心虚地垂下眼睛。我以为又是顾逸晨的把戏，所以才不想告诉你，怕让你生气。对不起嫣然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死了呀。你不是一直说他就是个满嘴谎言的骗子吗？妻子的目光软了下来，茫然道：是啊，不是你的错，你又有什么错呢？是我，都是我。我看着妻子的反应，心中一片嘲讽。我的死就这样被江泽的2句话就轻飘飘地接过去了。不重要的人，就算是死亡，也如此不值一提。江泽趁机抱住妻子，嫣然，不要难受了。要是实在过意不去，我们明天去他的墓地，给他上炷香吧。好，我们去给他上香。他死的时候那么想见我，我去看他，他肯定会高兴的。高兴，也许以前会，可现在我一点也不高兴。你们可千万不要去我的墓前，脏了我轮回的路啊！即使10000个不愿意，妻子和江泽还是去了我的墓前。妹妹正在给我扫墓，看到妻子和江泽过来，拿着大扫把就朝着2个人身上扫了过去。晦气死了！你们竟然还来我哥哥墓前，你们不怕我哥哥晚上变成鬼来找你们吗？妻子皱眉道：琳琳，我们是来祭奠你哥哥的，你这样过分了。过分？妹妹直接笑出了声。我杀了你们都不过分，你们害死了我哥哥，还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我们。林嫣然，你真是不要脸啊！妻子被妹妹这么骂，下意识的想还嘴，可看到我的墓，又忍耐了下来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是真不知道你哥哥他没撒谎，是真的得了血癌。要是我知道的话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妹妹嘲讽一笑，知道了你就不让他捐肾了吗？妻子迟疑地咬住了唇，看到妻子的反应，妹妹流下了一行泪。林嫣然，不要骗你自己，也不要骗我了。你就算知道了，你会选择救江泽的。在你的选项里，江泽永远是你的 B 选项。妻子愧疚地低下头，而江泽在一边得意地扬起了唇。妹妹看着这一幕，忽然笑出了声。林嫣然，还记得我的话吗？我说你永远不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。你放弃了一个爱你如命的男人，用他的命去救了一个卑劣的小人。妹妹意味深长地看着江泽。林嫣然，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的，希望那一天来的时候，你扛得住。江泽唇角微动，想说什么，妻子却抢先一步拉住江泽的手，像宣誓一样地道：不会的，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妹妹冷冽一笑，既然如此，就祝你们2位百年好合吧。我哥哥的墓不欢迎你们，滚吧！因为有妹妹在，到底没有让他们2个人脏了我的墓。回去的路上，江泽不停地给妻子保证自己永远不会辜负她。妻子点点头，我知道，阿泽，你是那么的好。顾琳琳就是挑拨离间，2个人在车里遥遥对望，就像是要好到天荒地老。可是打脸来得如此之快。江泽回去后不久就跟妻子求了一次婚，可是妻子以不想那么快再婚为由拒绝了。之后江泽时不时会出门，这天江泽又出门了，然后妻子就被一通电话叫去了酒吧。我没想到叫妻子去酒吧的电话是妹妹打的。妹妹坐在酒吧的包间里，对着妻子笑得讽刺：你找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妹妹拿起一杯啤酒，当然不是叙旧了。林嫣然，你的报应要来了。妹妹说完，指了指手机上的监控，
妻子看过去，发现这监控正是酒吧的另一个包间，酒吧老板是我的朋友，我这才有机会装了这个监控。林总，你可得看好了呀！妻子蓦地睁大了眼睛，因为他看到了江泽抱着一个女人出现在了监控里。阿泽，你不是说快了吗？怎么还没搞定那个女人啊？江泽急死地埋在女人的怀里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难搞。老公死了还不接受我，不过你放心，他蠢得很，我再骗骗他，保管乖乖上钩，跟我结婚。只要他跟我领了证，到时候我们给他弄场意外，他们林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了。女人喘着娇喘道：那你快点，我可受够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日子了。好，我加油，回去我就再跟那蠢女人求一次婚。接下来的画面不忍直视，妻子坐在沙发上，面色泛白，红唇微颤。你怎么查到的？妹妹冷哼一声，这有多难？一个破落户江家的公子查起来易如反掌，就看你愿不愿意查了。只是有的人眼盲心瞎，不愿意去查罢了。妻子追问道：那女人是谁？妹妹站起身：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林总那么厉害，自己去查呀。妻子回去就找人去查了，和妹妹说的一样，江泽的事情很好查。他当初出国后，很快就和家世相当的女同学结了婚，可惜婚后没多久，两家生意失败，纷纷破了产。两个养尊处优多年的人一下子没了钱，就打起了别的主意。一开始两个人玩了几起仙人跳，骗了一些钱，但是这些钱又能有多少呢？然后他们决定玩个大的，于是恋爱脑的妻子成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。看完侦探带来的资料，妻子终于崩溃，她趴在办公桌上又哭又笑，哈哈哈。江泽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蠢货呀。逸晨，顾逸晨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错得好离谱啊。他捧着我的结婚合照的照片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人渣害死你了呀？我做了什么？我到底都做了什么啊？逸晨，顾逸晨，老公，他叫了一遍又一遍，可哪里又有人会回应他呢？我安静地看着这个悲痛欲绝的女人，或许这一刻她真的知道后悔了。最后她看着我的照片喃喃道：老公，你不会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回答她的还是空气。她忽然笑了起来，我也知道自己不值得原谅，没有关系，等我给你报了仇，亲自来跟你说对不起。江泽又给妻子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求婚。这一天的妻子也很美，她穿着一身洁白的晚礼服，我认出来了，那正是我和订婚的时候穿的礼服。没想到她还留着。江泽在漫天玫瑰花海中下跪：嫣然，这次不要拒绝我了，好吗？妻子望着江泽勾唇轻笑：好，不过在答应之前，我想最后一次去顾逸晨的墓上看看，就当是跟他告个别吧。江泽皱了皱眉，不是很情愿，但是想到马上临世的上亿资产就是他的了，便忍耐下来，和妻子一起去了我的墓地。我的墓在山上，本来可以开车上去，可妻子执意要走上去，说这样才显得心诚。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妻子看着身侧险峻的悬崖，拿起手机对江泽道：阿泽，这里风景真好，我来给你拍张照片吧。看着妻子兴致勃勃的样子，江泽虽然有点害怕，但还是咬牙道：好，嫣然可得把我拍得帅帅的哦。妻子点点头：那是肯定的。江泽在悬崖边按照妻子的指示摆着 pose， 忽然脚下的石头松动，江泽掉了下去。在掉落下去的瞬间，江泽勾起悬崖边的一块凸起。嫣然，快救我，快救救我呀！妻子走过去，冷冷地看向江泽：你要我救你？
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救救奕晨？江泽意识到了什么，不安地道：顾奕晨，嫣然，你先不要说他了，先把我拉上去啊。妻子只是冷笑：拉你上来干什么呢？让你和你的前妻一起图谋我的财产吗？让你再像玩傻子一样玩弄我吗？江泽终于意识到了不对。嫣然，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谗言？我可以跟你解释。妻子摇着头：不用解释。江泽，你可以图我的钱，你穷得揭不开锅了。看在小时候的情谊上，我都可以给你几百万花花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来骗我，还害死了奕晨？江泽看着癫狂的妻子，破罐子破摔道：我害死了顾奕晨？呵呵，不是你害死的他吗？是你非要让他给我捐肾的。妻子眼眶通红，看着顾奕晨喃喃道：你说的对，是我害的他，所以我们都该死。你就先走一步吧。啊！妻子掰开了江泽求救的手，让他摔下了100米悬崖。然后他拿起了江泽掉落在一旁的手机，径直走上了山。这次妹妹不在，妻子终于站到了我的墓碑前。她温柔地抚摸着墓碑上我的照片。奕晨，下面冷不冷，黑不黑？别怕，等我报完仇，我就来找你。还要报仇？除了江泽，我莫非还有什么仇人吗？直到那个女人出现，我才知道妻子是什么意思，也才明白她拿了江泽的手机是为了什么。女人害怕地看着妻子，望着她的周围道：阿泽呢？他在哪？你都知道了吗？妻子点点头：对，我都知道了，知道了你们干的好事，知道你们是怎么设计让我害死我老公的。女人疯狂地摇头：不是的，都是江泽干的，不关我的事，去地狱里叫冤吧。妻子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，一刀又一刀地戳在女人的身上，直到最后她没了力气，才停了下来。她趴在我的墓前道：奕晨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给你报仇了。说到这，她又神经兮兮地摇摇头：不对，还有一个。哈哈哈，是的，还有我。奕晨，你是不是很恨我呀？恨我不相信你，恨我不爱你，恨我从来不关心你。没事的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都会改了。你等我来你面前跟你好好表现好吗？这次我绝不骗你。我站在一旁拼命摇头：林嫣然，我不要你的道歉，也不想见到你，爱你太累，下辈子我再也不要见你了。可惜他听不到我的声音，他抱住我的墓碑，对着自己的手划了一下又一下。在妻子的血液急速流出身体的那一刻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透明。我欣喜地发现自己要走了。意识快要丧失的林嫣然，在最后一刻似乎能看到我了。她激动地看着我：老公，奕晨，是你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看见你了。我往后退了几步道：可是我不想看见你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都是我不好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我摇摇头：我不需要你的补偿，活着的时候你不珍惜我，现在做再多也是枉然。林嫣然，我只想和你死生不复相见。这句话说完，我心里对林嫣然的最后一点牵挂也消失了。我看到林嫣然惊恐的眼神，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得无比透明。慢慢的，我化作了一缕青云，顺着温柔的风到我该去的地方去了。林嫣然，再也不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